当皇帝也挺累的吧？天天批奏折见大臣，还要应付后宫琐事。听说吃个饭都不能超过3口，怕被下毒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可怜见的。清宁阁内的多宝阁后面，萧景渊正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本奏折，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，眼底的疲惫也消散了几分。刚想咳嗽，又强行憋了回去，只发出一声极轻的闷咳。苏婉完全没察觉，依旧专心地缝着系带。终于完事了，才转身离开了清宁阁。苏婉走后，萧景渊从多宝阁后面走出来，看着托盘里叠得整整齐齐的龙袍，又看了看苏婉离去的方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玩味。苏婉，上警局的3等宫女，倒是有趣，敢在养心殿吐槽朕，胆子不小。上警局内，众人正低头干活，针线穿梭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清代姑姑，不好了！清代姑姑站在宫房中央，转身看向小太监。太后娘娘的宝贝雪球不见了，谁能找到雪球？有重赏，还能调去慈宁宫当差。众宫女心思活络，唯独苏婉依旧守在窗边。都安静些，干活的时候眼睛放亮，发现线索立刻上报，不许私自行动。她心里暗忖，重赏又如何？慈宁宫规矩更多，更累，不值当。苏婉低头看着手中的丝线，嘴角微撇，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屑。窗外，胖菊叼着炸鱼，慢悠悠走来，放下鱼尾巴，低下头，津津有味地享用起来。看看你，胖得跟个球似的，还能吃到御膳房的贡品炸鱼，日子过得比我们这些宫女还好。我们这些宫女连口肉末都难吃到，中午就一碗能照见人影的冬瓜汤。御膳房那帮人就知道讨好主子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剥削，太过分了。还有那位新帝，天天搞优化。苏婉深吸一口气，然后重重地吐出：要是我当皇帝，第一件事就撤了御膳房总管，让大家顿顿有肉吃。殊不知，微服私访的萧景渊正躲在货架后，无意间又听到了他的吐槽，眼底满是笑意，悄悄站在货架上继续听着。胖菊吃完鱼尾巴，舔了舔爪子，对着苏婉喵了一声，甩甩尾巴，慢悠悠地钻进了草丛。再也不用啃窝头。姐姐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我刚才好像听见你在念叨什么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就是跟这只猫唠唠嗑。快干活吧，别被姑姑看见了。宫女苏婉拉着小板车，慢悠悠前往内务府。她心里盘算着，领完分例后，能不能去御膳房捡点点心渣，改善伙食。路过太液池，她远远看到一群人簇拥而来，一个明黄色的身影让她瞬间停下脚步。她赶紧退到角落，努力把自己缩成一团，心里默念：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萧景渊的仪仗越来越近，脚步声清晰可闻。经过苏婉面前时，仪仗突然停住了，他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，浑身僵硬。你是哪个宫的？回陛下，奴婢是上警局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叫苏婉。空气安静了几秒，静得能听到苏婉心跳。萧景渊的视线像针一样让他不自在。苏婉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这是要去哪？回陛下，奴婢去内务府领取上警局这个月的份例。哦，去吧。是，陛下。苏婉拉着小板车溜得飞快，他回头看，萧景渊一行已走远，他松了口气，心脏还在砰砰直跳。皇帝怎么会问一个3等宫女的名字？回去得夹紧尾巴做人，别再乱吐槽了，不然小命都保不住。苏婉来到内务府库房，找到管事，领取了上警局这个月的布匹、丝线、皂角等份例。沉甸甸的份例拉起来都有些费力。他拉着板车往上警局走，路过御膳房后墙根，闻到了点心的香味，他的脚步慢了下来，眼神里满是渴望，心里盘算着能不能偷偷捡点渣子。御膳房后墙根飘来浓郁的枣泥山药糕和桂花糕的香味。苏婉肚子里的馋虫被勾了出来，左右看了看，发现没人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便把小板车藏到树丛后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墙角的厨余桶边。御厨学徒端着一个簸箕从侧门探出头，左右看了看，可惜了，便转身回去了，门吱呀一声关上了。
苏婉探头看向厨余桶，眼睛瞬间亮了。桶里不仅有点心渣，还有几块压碎但还算完整的枣泥山药糕。天赐良机，这下能赶上伙食了，总比啃硬窝头强。这么好的点心，扔了太可惜了。一声威严的咳嗽声在身后响起，苏婉吓得魂飞魄散，像被定住了一样，僵硬的转过头。只见清代姑姑脸色撇青的站在不远处，胸口微微起伏。姑姑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就是太饿了，中午的窝头太硬，我没吃饱，忍不住才捞点心渣，求您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清代姑姑一步步走过来，每一步都像踩在苏婉的心尖上。苏婉，你胆子不小，竟敢偷捞御膳房的厨余，传出去，轻则杖责，重则撵出宫。你忘了当初想出宫的心思了，就这么忍不住？姑姑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以后一定好好干活，再也不偷嘴了。清代姑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情绪。起来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去把手洗干净，去上警局库房，最里面的樟木箱子底下拿一包东西，赶紧滚回去，别让人看见。姑姑，您不罚我？还不快去，等着我请你。再磨蹭，我就改变主意了。苏婉如梦初醒，连滚带爬的去洗手，迅速将双手伸入清水中，用力搓洗，水花四溅。苏婉气喘吁吁地跑进上警局库房。苏婉的目光落在库房最深处的一个厚重樟木箱子上。苏婉掀开樟木箱的盖子，一股樟脑混合着糕点的香味扑面而来。她伸手摸下去，摸到一个油纸包，里面是整整一包完好无损，还带着温度的枣泥山药糕和桂花糕。鼻子瞬间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原来清代姑姑一直都知道她还偷偷给她留了点心。苏婉正准备享受清代姑姑投喂的温情，怀揣着点心，正盘算着找个安静的角落慢慢享用。苏婉姐姐，快跟我走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难道姑姑要罚我？不是姑姑，是陛下。陛下的口谕传你立刻去养心殿。苏婉脑子里像炸了个响雷，怀里的点心瞬间不香了。清河，我不敢去，陛下会不会杀了我？姐姐，别愣着了，不去更不行。陛下的旨意，谁敢违抗？苏婉如赴刑场般被带离上警局后门，前院气氛严谨，带有官场特有的压迫感。苏婉如赴刑场般被带到上警局前院，传旨太监背着手站在那里，穿着体面的太监服。苏婉姑娘，跟咱家走吧，陛下等着呢。是，奴婢在。管好你的嘴，不该说的一个字也别说。姑姑，我怕我管不住，我一紧张就会说错话。清代姑姑的叮嘱让苏婉更加忐忑不安。苏婉跟着传旨太监穿过重重宫门，宫道两旁的侍卫垂手站立，气氛威严。一路上她心惊胆战，脑子里乱成一锅粥。苏婉紧紧握住自己的衣角，指节发白。退休梦碎，人头落地，苏婉在边缘疯狂试探。养心殿清明阁，皇帝居所，威严而肃静。不知不觉来到了养心殿清明阁外。自己进去吧，陛下等着呢，谨言慎行。苏婉站在朱漆大门前，看着门上繁复的龙纹。苏婉感觉像站在地狱门口，双腿发软，颤抖着，她被迫开启与心地的正面交锋。苏婉深吸一口气，咬了咬牙，才缓缓推开朱漆大门，走进清明阁。一股清雅的龙涎香扑面而来。萧景渊坐在书案后，正低头批奏折。奴婢苏婉叩见陛下，陛下万岁，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走近些。苏婉挪着小碎步往前蹭了2步。苏婉，上警局3等宫女，入宫10年，是吗？是，陛下，奴婢入宫整整10年了。宫里规矩，妄议主子，该当何罪？陛下饶命，陛下饶命，奴婢该死。奴婢胡言乱语，当不得真，求陛下开恩，饶奴婢一条狗命。奴婢以后再也不敢妄议主子了，再也不敢吐槽了。行了，吵得朕头疼，起来说话。朕还没说要治你的罪。苏婉赶紧爬起来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狼狈不堪。萧景渊站起身，绕过书案，走到他面前，递过一方素白的手帕。
苏婉愣住了，呆呆地看着萧景渊递过来的手帕。拿着。苏婉赶紧双手接过手帕。苏婉赶紧低下头，胡乱地擦了擦脸。你可知朕为何传你来？奴婢不知，求陛下明示。前几日你在清宁阁检查龙袍，说朕吃个饭不能超过3口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可怜见的。御膳房后墙根，你说人不如猫，说朕有闲工夫折腾你们，不如管管御膳房。你说你要是当皇帝，第一件事撤了御膳房总管，让大家顿顿有肉吃；第二件事给后宫的猫发牌领鱼，是吗？陛下，奴婢罪该万死，奴婢是饿昏了头，胡言乱语，一时糊涂，求陛下饶了奴婢这一次吧。朕没说要治你的罪，你的话虽大不敬，倒比那些只会说陛下圣明的马屁新鲜多了。朕听着倒也有趣。皇帝嫌马屁听腻了，喜欢听我吐槽。朕给你一个机会，从明日起，你不用回上警局了。陛下，您是说让奴婢来养心殿伺候您？不用你伺候笔墨起居，清宁阁后面有个小隔间，你待在那里活不多，月钱按1等宫女的份例给。陛下，那奴婢该做什么？您不会只是让奴婢待着吧？把你平时那些真实想法像在上警局那样说出来，不用拘束。他的摆烂生涯竟然拐上了这样一条匪夷所思的轨道。奴婢遵旨，一定按陛下说的做，绝不偷懒。隔间不大，但五脏俱全，布置考究。崭新的白瓷杯和上好的碧螺春，香气袅袅。角落炭盆烧得旺，矮柜上还有精致的点心。这待遇也太离谱了，简直是摆烂的天堂。让我当着皇帝的面吐槽，我哪敢啊！苏婉眼神偷偷看向隔间的角落，表情带有一丝犹豫和挣扎。过了一会儿，苏婉实在忍不住，看向矮柜上的松子仁。苏婉的肚子发出咕咕的响声。这松子仁剥得真干净，有这功夫不如多做几笼肉包子。完了，又说错话了，陛下不会生气吧？萧景渊坐在书案后，眼神带着一丝玩味，看向隔间方向。他放下奏折，身体微微后靠，脸上浮现出低沉而温和的笑容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苏婉渐渐放下了紧张。他在隔间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吐槽吐槽，完全把萧景渊的话放在心上，当他不存在。萧景渊也依旧安静地听着，偶尔会被他的吐槽逗笑，两人形成奇特的默契。这天下午，忽然下起了暴雨，电闪雷鸣。苏婉缩在隔间的圈椅里，抱着网电。她不怕黑，不怕鬼，就怕打雷。苏婉拿起画本子，试图转移注意力，可一声炸雷在头顶忽然响起，她吓得尖叫一声，画本子掉在了地上，浑身发抖。就在这时，隔间的暗门无声无息地划开了。萧景渊站在暗门处，看着苏婉吓得惨白的脸，眉头微蹙，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。怕打雷？苏婉惊魂未定，只会傻傻的点头。萧景渊沉默了一下，抬手似乎想拍拍他的肩膀，又顿住了。怕就把耳朵捂上。说完，萧景渊转身，暗门又无声无息的合上了，只留下苏婉一个人愣在原地。他竟然特意来告诉我捂上耳朵，皇帝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。苏婉按照萧景渊说的捂住耳朵，心里的恐惧渐渐消散了，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丝笑意。这是他入宫10年第一次感受到除了清代姑姑之外的温情。雨过天晴，阳光透过窗棂洒进隔间，苏婉拿起画本子继续看了起来，只是偶尔会走神，想象着墙那边的萧景渊，听到他吐槽时会是什么表情。萧景渊坐在书案后，心思却不在奏折上面，脑海里反复浮现苏婉吓得发抖的样子，嘴角也勾起一丝温柔的笑意。时光荏苒，秋意渐浓，苏婉在养心殿隔间的日子，不知不觉便过了大半年。算上懵懂时光，她踏入红墙宫院已快11载。窗外老槐树金黄落叶，风一吹便簌簌作响。她轻轻叹了口气，语气里裹着几分难以掩饰的怅然。奴婢入宫快11年了，按宫里的规矩，再过4年，奴婢就25岁了，就能被放出宫去了。话音刚落，隔壁正厅翻奏折声戛然而止。
整个清宁阁陷入一片死寂，唯有窗外的风声裹挟着落叶的清响。苏婉心里泛起慌乱，她不该说这些的。苏婉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懊恼，随即又被坚定的光芒取代。出宫以后，奴婢就去乡下买2亩薄田，再盖一间小小的茅屋，养几只下蛋的鸡，几只温顺的狗。每天晨起晒晒太阳，傍晚看看炊烟，在田里种植一些青菜，再也不用端茶倒水伺候人，不用看谁脸色行事。他嘴上说的满心期待，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空出了一块。他舍不得清代姑姑，舍不得清河，更不用在这深宫大院里揣着心思摆烂了。苏婉心一点点沉下去，指尖温度凉了几分，不过是自作多情，错把默契当成了特殊罢了。萧景渊朱笔悬空，眼神深邃如潭，他何尝不知苏婉厌倦深宫束缚。萧景渊的下颌线紧绷，喉结微动，可他的私心却想让他一直留下。指尖在奏折边缘轻轻挖撒，随即用力握紧。他凝视着隔间暗门，接下来的日子，两人依旧保持着默契。苏婉吐槽琐事，萧景渊偶尔回应，只是那熟悉的氛围里多了一丝疏离。苏婉的手轻轻放在茶杯上，苏婉望着暗门，心里忍不住胡思乱想。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他强行压下。苏婉坐在矮凳上，身影在宽敞的隔间中显得有些孤单。君臣之别，皇权与卑微，隔着层层宫墙，从来都不可能有别的可能，不该有任何非分之想。深秋清晨，苏婉如常来到养心殿，轻手轻脚，刚推开清宁阁的门，一股冰冷气息扑面而来，与往日截然不同。看见清代姑姑垂手站在书案一侧，脸色惨白如纸，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冷汗，顺着脸颊滑落。萧景渊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陛下，奴婢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进来。苏婉硬着头皮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，顺势跪在清代姑姑身边。姑姑一向沉稳方正，为何这般模样？看看这个。萧景渊将一份奏折重重扔到苏婉面前，苏婉连忙俯身，小心翼翼地捡起奏折，指尖有些发颤，上面清晰地写着弹劾上锦局清代姑姑私挪库房贡品布料的文字，还有人证物证，看似铁证如山，不容辩驳。姑姑，这不可能，您为人最是方正，怎么会私挪贡品布料？一定是有人诬陷您，一定是哪里弄错了。奴婢无话可说。无话可说？库房记录明明白白少了云锦，就在你房里搜出的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？苏婉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，这个小太监偷偷摸摸地抱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，神色慌张。当时他只当是小太监偷了些琐碎物件，没太在意。陛下，奴婢可以作证，上月初7申时3刻，奴婢亲眼看见此人从上锦局库房后门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，神色慌张地匆忙离开，行迹十分可疑。猛地抬头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眼神里满是惊恐。库房记录可以伪造，云锦也可以被栽赃陷害，那些所谓的人证也可能是被人收买，故意指证姑姑。你血口喷人！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去过库房后门，你是故意陷害我。是不是血口喷人？查一查便知。陛下可以派人去查那天上锦局库房的出入记录，问一问当时在后门值守的侍卫，他们一定见过此人。还有那些指证姑姑的人，都是平时因偷懒耍滑、做错活计受过姑姑责罚的人，他们心怀怨恨，证词根本不能全信。姑姑，您倒是说话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人逼您认罪？您告诉陛下，告诉奴婢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不能就这么白白受了冤屈。是我那不争气的侄子在宫外赌钱，欠了一大笔印子钱。那些人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威胁我说，若是不认罪，就杀了他。我没办法，只能认下这罪名，只求能保他一条性命。苏婉心里一酸，她紧紧握住清代姑姑的手。陛下，您听到了，姑姑是被人胁迫的，她是冤枉的，求陛下明察，还姑姑一个清白，饶过姑姑这一次。萧景渊沉默地看着苏婉，看着她额头上淡淡的红痕，眼神里的冰冷渐渐褪去了一些。
他缓缓转动着手指上的玉扳指，目光落在清代姑姑泪痕斑斑的脸上，沉默了片刻。来人，将这小太监严加审讯，动用大刑，务必问出幕后指使之人，以及胁迫清代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小太监被侍卫拖了下去，严加审讯。没过多久，便熬不住酷刑，一五一十的招供了。原来幕后指使之人是内务府管事，他因私怨构陷忠良，终被揭露。萧景渊得知真相后，龙颜大怒，拍案而起，斥责内务府管事蛇蝎心肠，构陷忠良。内务府管事被革职查办，打入天牢。清代姑姑受人胁迫，念其无大错，罚闭门思过。清代姑姑的冤屈得以昭雪，劫后余生。婉丫头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是没有你，姑姑就真的万劫不复了。姑姑，您言重了，我只是说了实话，做了我该做的事，能帮到您，我也很高兴。清代姑姑叮嘱了苏婉几句，才缓缓离开。苏婉心里松了口气，紧绷了一天的神经也放松下来。她看着那堵熟悉的墙，嘴角带着一丝释然的笑意。隔壁那位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听我胡说八道，也谢谢你愿意相信我，给姑姑一个清白。隔壁翻奏折的声音顿了一下，片刻后，萧景渊的声音传来：谢朕什么？你所言非虚，句句属实，功过相抵。你的话朕听着很有意思，比那些话好听多了。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向萧景渊表达谢意，也是第一次觉得冰冷宫墙内有丝温情。上警局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清河也越来越能干，常给苏婉送些点心。今天上警局来了一只小麻雀，可调皮了。萧景渊会偶尔隔着墙和他聊几句。宫里的点心都太甜腻了，一点都不好吃。萧景渊听到，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温柔笑意。他悄悄让人去御膳房，吩咐御厨做点心。御厨们精心制作枣泥山药糕，特意叮嘱做得清淡些。小太监送到苏婉面前，苏婉看到枣泥山药糕时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食盒中，一碟精致的枣泥山药糕呈现在眼前，甜而不腻，软糯可口，心里暖暖的。日子过得飞快，春去秋来，寒来暑往。苏婉在养心殿的日子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3年多，距离她出宫还有不到1年，田园梦想近在眼前。隔壁那位，你说4年快不快啊？我再过不到1年就要出宫了。隔壁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有沙沙的笔声。果然，他还是不在意。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宫女，入宫11载，我不过是深宫大院里的一抹尘埃。萧景渊站在暗门处，一身明黄色的龙袍。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怎么会打开这暗门？萧景渊没有说话，他迈步走进狭小的隔间。苏婉的指尖在微微发抖，他能清晰地闻到萧景渊身上清雅的龙涎香。萧景渊走到苏婉的案几前，停下脚步。苏婉，你想留下吗？他心里像是被狠狠撞了一下，带着欢喜。他想留下，很想留在这个有他的地方。陛下，奴婢想，可是奴婢也想过田园生活，想过无拘无束的日子，更怕留在宫里，这份难得的默契与温情会被皇权与规矩磨碎，怕有一天我们连隔着墙说话的缘分都没有了。朕懂，朕不逼你，你若想走，朕便准你出宫，赐你良田100亩，白银1000两，让你安稳过日子。你若想留，朕便许你不一样的身份，不用再做宫女，不用小心翼翼，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留在朕的身边，依旧可以随心所欲，说说心里话。陛下，奴婢想再想一想，奴婢想好好看看这深宫，也好好想一想。好，朕等你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朕都依你。这暗门以后不会再关上，你若想说话，随时都能看见朕。萧景渊深深地看了苏婉一眼，走出了隔间。暗门无声无息地合上，仿佛从未打开过一般。心里的挣扎渐渐平息，取而代之的是平静的期待。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，但这情谊会成为他入宫11载最珍贵的回忆。3个月之后，苏婉留在了萧景渊身边。